夜幕低垂时，那片黑暗并非敌人，而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每一缕微弱的光。真正的光并不躲避黑暗，也不畏惧夜色，而是在漆黑中依然诚实地散发温暖。记得在某个无星的夜晚，抬头仰望，只见漫天沉沉的墨色，却在遥远处闪过一颗孤星。那一刻，心中顿生敬意，若不曾钻研过黑夜的深度，又怎能欣赏星辰的璀璨？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光与暗总在交错，悲伤、困惑与愤怒如同潮汐拍打心岸。曾经尝试用理智将它们排拒，却发现痛苦如暗流，不时涌上表面。直到一次闭上眼，让泪水滑落，没有批判，没有急于掩藏，只是静静陪伴自己那颤抖的情绪。那一刻，内心深处出现了柔软的光，光不是赶跑黑暗，而是在黑暗里对自己说：我在这里。这正如宇宙法则运行，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频率相似者相互吸引。当我们试图压抑悲伤或对抗恐惧，就像试图用强光驱散深海中的阴影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。唯有允许情绪存在，像接纳夜空的沉寂，才能让真正的光点燃。接受悲伤，是在调整自己的频率，与宇宙的节奏共鸣，吸引更多疗愈与成长的能量到来。有一次，在山林中行走，脚下的落叶无声碎开，耳边只有风声。我停下脚步，深吸森林的芬芳，细听心跳与呼吸的节拍。那一刻，悲苦与愤怒化作一缕云雾，被大地温柔吞噬。我的光不再被内在的阴影吞没，而是流动于林间，回应每一次伸手触碰树干的温度。原来，真正的成长并非消除痛苦，而是学会在痛苦中对自己微笑。在教室里，或在创作的书桌旁，我经常提醒自己，并非所有伤痕都能用理论填补。文字与语言是工具，却需搭配深刻的共鸣才能传达力量。我开始在课程中留下沉默的间隔，邀请学习者暂停，与自己内心的迷惘对话。在创作中，允许段落断裂，给读者一个喘息的空间，让他们读见文字背后的情感。如此，知识不再是冷冰冰的讲述，而成为一条通往自我探索的河流。黑暗中，光最需要的是诚实。一支蜡烛若要在风中持续燃烧，就要允许火焰摇曳，却不失其核心的温暖。当你面对自己的恐惧，允许它看见你的颤抖，你就在那片晦暗之中，成为一束不灭的光。这束光不是骄傲的宣誓，而是一份谦卑的承诺。我愿意在脆弱里诚实，并相信自己有能力走过那片黑暗。长夜之后，天边微光乍现，光从地平线处破壳而出，将黑暗轻轻推开。那是日出，也是每一次愿意接纳自己的行政；那是新生，也是每一次在痛苦中选择爱的决心。你会看到，真正的光从未离开，只在你选择打开内心之窗时，静静卸下一缕暖阳，照亮前行的方向。让我们学会在黑暗中依然保持诚实与明亮。当悲伤来袭，不把它视为敌人，而是用温柔之心，让情绪成为自我觉察的老师。当困惑环绕，不急于逃离，而是与问题共舞，探寻它背后的真相。如此，光便在每一次勇敢面对中悄然诞生，静静存在，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真实、最深刻的力量。当万籁归于寂静，心底最轻微的声音才会显现。有人以为觉醒是一道划破天际的光芒，要比谁更耀眼、更卓越。有人以为只有在达到某种标准之后，才能配得上觉醒这个称号。然而，真正的觉醒并非与他人竞比，而是一次内在的回归，
回到最真实的自己，回到愿意诚实看见、柔软承认、勇敢呈现的模样。那夜，独自仰望星空，无边的深黑吞没了视线，只有零星的点点光亮。它们既不张扬，也不掩饰自身的微弱，却在无声处彼此辉映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真正的光并不在于与他人比较的明度，而是在黑暗中仍能保持诚实与明亮。就如同宇宙中的恒星，并不惧怕深渊，而是在最艰难的环境里，以自己的频率吸引遥远的旅人。觉醒亦是如此，它不是要你拿出证明来证明自己比别人优秀，而是在每一次痛苦、每一次迷惘中，愿意停下脚步，对自己说：我看见了。当愤怒在心中燃烧，试图把它压下只会让火焰更旺，唯有允许它存在，问问内心，它在告诉我什么？悲伤如潮，若将它赶走，只会让身体更为干涸，唯有静静对它说：我愿意陪你走过这段路。光便从这份诚实与陪伴中自然而然地诞生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相似的能量会相互靠近。当我们试图隐藏阴影，就像把自己调到无光频率，结果却更难吸引光明。当我们愿意在那里对痛苦、对恐惧、对所有不完美诚实以待，那些清亮的频率就会缓缓浮现。就像在夜空中，每一颗恒星都要经历重力的试炼才能绽放光辉，圣诞的银河才得以展现它的壮阔。觉醒正是这样一次关于自我重力的蜕变。曾在山谷间行走，微风夹杂落叶的声响在耳边回荡。我停下脚步，静听身体的颤动。原来，心中的迷惑如同山间的回声，需要被呼唤出来，才能看清自己的形状。我轻声对自己说：我在这里，愿意看看你的真实。当一切杂音散去，最真切的回声反而悠远清晰。这便是觉醒的瞬间，不再追逐外界的标准，而是在内心的深处找到那丝久违的清明。于是，我开始学会在日常里为自己保留一段独处的时光。清晨的第一缕光线尚未漏入窗棂，我便静坐于柔软的光影中，守住呼吸的节奏，允许思绪如云飘过，不去追逐，不评判，不抗拒，只是看见，正如同宇宙中每一颗行星都以自己的轨道安然运行。当我与自己回归同频，整个世界也会因为我的诚实，向我回应更多柔和与真实。在教室中，或在与人交谈的时刻，我不再急于展现完美的答案，因为最珍贵的是共振的深度。愿意敞开，把自己的顾虑、迟疑，甚至不确定都呈现出来，才是真正的勇气。当我不再怕被误解，光反而得以从言语缝隙渗透，让对话成为彼此觉醒的催化剂。吸引力法则再次应验，因为我的频率变了，周遭也开始出现同样渴望真实的人。夜深时分，回首走过的路，才发现那些曾经以为必须掩饰的疤痕，正是最美的星辰。它们记录了曾经的迷失，也见证了蜕变的历程。当我愿意对自己坦诚，我曾犹豫，我曾跌倒，光便在裂缝中涌现，将过去的阴影化作前行的养分。真正的觉醒，正是一场与自己携手的旅程，在黑暗中依旧保持明亮，在恐惧里始终选择柔软，并在每一次回首时，对自己轻声道：你已经很勇敢。愿你在自己的夜色里，找到那颗独属于你的星辰。当你不再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，也不再恐惧揭示脆弱，觉醒就成了一种最自然的状态，既真实又明亮，既柔软又勇敢。让这份诚实，在每一次呼吸间，悄悄引领你回到最初的自己。夜色深沉，
城市的灯火犹如远方星辰，映照着每个心灵的投影。有人在夜里衡量自己，身旁的人似乎更成功、更耀眼；有人在清晨醒来，翻阅社交动态，用赞与评论为自己的存在背书。可曾想过，当你将视线从他人身上收回，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安放自己？在一条僻静的小径上，走过无数次的人渐渐察觉，比较像是无底的深渊，越往里探，越容易迷失。于是，他学会停下脚步，闭上双眼，聆听心底最微弱的声音。那些声音不诉说成就，也不诉说忧伤，只轻轻提醒，感受此刻的呼吸。这一次不为面子，也不为认可，只为让行动与内心对齐。曾经，他也以为价值源于别人的肯定，一次掌声，一纸证书，足以证明自己有用。可当那些光环褪去，心中却依旧空落。直到学会倾听情绪的起落，他才明白，悲伤不是失败，而是灵魂的河床；愤怒不是敌人，而是能量的呼唤。而真正的勇气，是允许这一切存在之后，依然选择善良、正直与希望。那一日，他在雨中踽踽独行，雨水打湿了肩膀，也浇开了内心的枷锁。情绪宣泄如雨滴滑落，不是要将悲痛抹去，而是要亲眼看见它的形状。于是，他在泥泞中留下脚印，不再急于抹去，将眼泪化作感恩雨水，滋养泥土。这时，他才真正醒悟，当你不再压抑，也不需讨好，心底的光芒就会在最柔软的地方缓缓生长。在这场自我觉醒的旅程中，他读到一则关于宇宙的深意，宇宙不分等级，也不偏袒哪个星体，每一颗星都以自己的频率闪烁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频率决定我们所吸引的现实。当他放下攀比，让心灵以平和的频率震荡，便开始吸引同样温柔而坚定的关系、情境与机遇。那些愿意真诚对话的伙伴，在低谷时伸出援手的光亮，都是他内在和谐的回音。某个黄昏，他在湖边打坐，微风揽过水面，荡起层层涟漪。湖水映出他静谧的侧颜，也映出他内心的起伏。每一圈波纹都是一次情绪的浮现，焦虑如莲，再退却，欣喜如浪，又绵绵不绝。他不再试图与涟漪搏斗，而是让自己如同湖心的小舟，随波轻摇，却并不被卷走。这份静谧是他对自我的柔软承认，也是对生命的深刻尊重。有时，他也会跌进旧有的模式，想要用讥讽掩饰不安，或用极端的行动证明自己。每当如此，他便深吸一口气，提醒自己，真正的力量不来自外在的高调，而是发于内心的坚定。于是，他放下反抗的武装，选择以真诚面对；放下恐惧的面具，选择以脆弱示人。那时，他发现，越是不需要假装，越能感受到内在的安定；越不用拘泥于形象，越能活出本质的光彩。在一个寒风凛冽的黎明，他迎着双路踏出家门，脚下的土地结着冰痕，却也因为融水而透出希望的涓流。他记得曾经担心失败会让一切付诸流水，然而此刻，他更知道，寒冬也孕育着春天的种子。于是，他对自己说，当狂风肆虐时，我要选择善良；当冰雪封山时，我要选择希望。这些选择不依赖任何掌声，也不需要任何认可。他们只是他诚实面对当下的勇气和坚持走下去的决心。真正的价值不是贴在名片上的头衔，也不是追逐的成就，而是每一次行动与心念的共振。在他人失意时，人伸出援手；在无人倾听时，人安静守望；在夜深人静时，
人坚信明日可期。这便是觉醒的样貌，不张扬，也不卑微，只以温柔而坚定的步伐行走于世界。当他再次仰望星空，那无垠的深邃与闪烁，宛如在对他微笑。宇宙并未给出标准答案，却以无声的律动告诉他，每一个灵魂都有资格在黑暗中发光，每一段路程都有价值在挫折中绽放。吸引力法则不只是口号，而是指引。当你以真诚与善意为频率，世界也会以同样的温柔回响在你身旁。最终，他悟到，无需和他人比较，无需透过外界认可来定义自己的价值，只需坦然面对情绪的浮现，让行动与内心一致，在困难中依然选择善良、正直与希望。当你越来越不需要假装、压抑、讨好或反抗，你便在觉醒。那便是温柔而坚定地活出内在的本质。黎明的第一缕光线柔和地洒向大地，像是在唤醒那沉睡已久的种子。曾以为生命是一条直线，却发现每一次低谷都是旧循环的尽头，也是新旅程的起点。当你在夜里听见内心的回声，才明白过去的自己正在考验之火中化为灰烬，为新生留下空间。他曾紧抓旧有的安全感，不愿放手，生怕一旦放开，便坠入无底的深渊。可有一天，那熟悉的节奏停摆了，旧有的模式再也无法为他解答心中的疑问。就像一棵老树，虽年轮累累，却再也无法承接春雨新芽。于是他跌跌撞撞地走向晨曦，深信旧循环已走到尽头，唯有拥抱变化，才能迎来真正的生长。在那条蜿蜒的小径上，每一步都带着不安，却又充满期待。步履渐稳，他抬头看见天空云蒸霞蔚，明白宇宙的轮转从未停歇。吸引力法则告诉他，当你对未来充满信心，便在内心播下阳光的种子。这种信念并非盲目乐观，而是对自己旅程的坚定信任，明白一切都将以最适合的方式为他展开。某一天，他走进森林深处，四周树影婆娑，光影交错。在密密的树叶间，他看到一只破茧而出的蝶，展翅却未曾迟疑。那一刻，他的心灵被深深震撼。生命的蜕变往往在最幽暗的内里进行，当裂缝足够深刻，新生自会喷薄而出。于是他学会放下对结果的执着，不再因为缺少外界认可而自我怀疑，也不因为急于达成目标而牺牲自我的完整。在新的视野中，他开始发现，那些曾令他心动的事物，不是虚华的光环，也非众人的掌声，而是每一次令内心微颤的真诚，那杯清晨的热茶，那本字里行间透出的洞见，那段与挚友无需哗然的静默。每一次专注的当下，宛如宇宙向他轻轻点头，回应他最深的渴望。他不再依赖他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，而是以自己的频率吸引同频的机遇。当他鼓起勇气说出那句“这就是触动我灵魂的方向”时，便在无形中打开一道门。门后或许并非坦途，但一定是最适合他成长的路程。于是他走进去，不畏惧荆棘，不计较路途的长短，只为那份由心而生的热忱。有时风暴仍会袭来，突如其来的挫折，意料之外的告别，但他明白，这些都是宇宙协助他调频的节拍。当他在风雨中选择善良，不因愤怒而伤人；当他在困境里坚持正直，不因恐惧而妥协；当他在寂寞中保有希望，不因黑暗而放弃内心的光芒，这便是最真切的力量。在一次星空之下，他闭眼感受夜空的冷冽，却在心中点燃一束暖光。光芒不因孤寂而消散，
反应深沉而更见璀璨。那瞬间，他深知，当你不再为他人而活，也不再用外在标准来束缚自己，生命就会自动丰盛。当你允许新可能性靠近，就能发现那些最符合内心的道路，以及你最渴望成为的模样。如今，他的旅程仍在继续。旧的恐惧已化为前行的动力，新循环正在酝酿。每一个黎明都提醒他，只要你对自己诚实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生命的飞升。世界会以同样的信任回应你，为你铺展最合适的道路。于是，他迎着朝阳，向着未知而去，不因他人的目光而迷失，也不因自己曾经的轨迹而止步。因为他知道，新视野正静静等待，而过去的一切考验，只是为了让他在变化的浪潮中，更加自信地驾驭生命的航程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